刚从印度那边打工回来啊，有些话不知道该不该讲，我不吹也不黑，说一点大实话。今天就给大家，印度那边呢，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和我们在电视机里面看到了，真的是不一样的。我说的是真的啊，印度呢，就是除了新德里他们那边的一个首都嘛，发展的不错。那边的人基本上都是用那种刀车吃饭的，偏西餐一点啊，就是有很多西餐厅。但是其他绝大部分的一个地方呀，基本上还是吃的比较多的还是那种咖喱比较多啊，好像是一种调料了还是什么，还有就是那个玛莎拉，在印尼那一片，包括在孟加拉国那一片，反正整个东南亚亚太地区啊，好像是特别喜欢吃那个玛莎拉啊，就应该是他们那边的一个调料吧，就类似于咱们国内的胡椒粉什么的。吃了之后呢，他们印度那边的人说的是能够提高那个抵抗力嘛，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啊。反正呢，这都是一些言外之意。那日本呢？说错了啊，咱们现在说印度。现在咱们不是去了印度那边嘛，就是在印度那边打工嘛。就是他们的街头呢，有很多那种小摊小贩啊，基本上马路两边全部都是。然后整个马路上真的是非常的杂乱无章啊。他们那边的红绿灯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摆设，包括马路上有那种牛比人的地儿还要高啊，有那种鸭子，还有那种鸡，还有鹅，还有马什么的。然后那个整个的马路上面基本上到处都是一颗一粒又一粒的黑色的，包括一坨又一坨的，就是动物的一个粪便啊，也没有什么环卫工人来清理。马路上真的是参差不齐，真的是不堪入目啊！而且印度人呢，他们无论是男女老少啊，他们特别喜欢喝那个恒河水啊。他们说这个恒河水呢，相当于是就是能够提升自己的一个免疫力，能够保护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说的是他们的一个母亲河啊，包括那个河里面什么都有啊，在河里面洗澡的、洗衣服的什么都有。反正是我是喝不下去的。在印度那边呢，我感觉到最多的出行方式就是我基本上出行都是那个电动的三轮车，就类似于武汉这边的一个麻木，还有那种火车啊。但是呢，并没有网上看到那种视频那种样子，说火车顶上或者是外面裹的全部都是人山人海，一层人又一层人那种啊，就是非常多的那种人，没有那种情况啊。然后呢，我感觉呢，去了印度回来之后呢，我感觉印度真的是说实话和网上呢也有很多相似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也有很多不相似的一个地方啊。你像那种印度人，他还是比较喜欢用手抓饭吃的啊，他们是不喜欢用那种餐具的。基本上你像除了一些高档餐厅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有文化的人用那种刀叉啊，基本上其他人都是用手抓饭的。然后印度那边呢，其实消费水平的话也不是很高啊，像印度那边的话什么的，你像他们的火车票各种车票都非常便宜。然后呢，主要就是在印度那边呀，我感觉他们的贫富差距呢还是比较大的啊。而且呢，他们那边重男轻女的现象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啊，真的是啊，女儿在那边基本上是特别不受欢迎的，嫁不出去那一种。你不赔很多嫁妆，根本就嫁不出去。就很多时候呢，我看到他们，比如说一家三口出门，家里面如果说有个女儿呢，那种各种买的东西呢，各种重东西全部都是女儿拎着啊。如果说老公呢和夫妻出门呢，那基本上那都是老婆身上肯定都是大包裹小包裹，然后拎着出去购物什么的都是女生在拎啊。男人呢基本上就是在那边逍遥自在大摇大摆，跟咱们大中国恰恰是相反，完全是相反的啊。咱们中国呢哪敢这样子呀？你在大街上敢让你老婆拎东西，那估计要被骂死，要被老婆给然后骂的不行了。在印度那边呢，打工了半年多啊。你说它发达吧，它也算发达；你说它不发达嘛，也有很多不发达的一个地方，跟咱们80、90年代的农村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杂乱不堪啊。因为很多的一些规章制度呢，在印度那边全部都是摆设啊，基本上没有什么用。说实话呢，就是我在印度那边待了大概1年的时间，我感觉到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边的一个特色的美食啊，真的是在那边吃到的东西啊，感觉就是应了咱们老祖宗的那句老话，就是不干不净了，吃了没病啊。因为呢，他们那边很多东西呢都是用手抓的，然后现场给你做的吧，然后就是那种做的那种老板小摊小贩，他也不戴手套，也不干嘛的，反正呢就是看起来呢非常的有食欲，但是呢很多时候又不敢下嘴去吃啊。如果说呢，你去了印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愿意去品尝他们街边的这种美食或者是美味，比如说现场用那种咖喱，然后各种抓出来的，各种熬出来的给你挤，然后呢用手呢在整个锅里面抓呀抓呀抓，抓呀抓，甚至还有一些食物呢，那印度人直接就是用脚踩的啊。反正呢，我感觉到就是在印度那边呀，他们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他们吃的也美滋滋的，乐滋滋的。反正呢，现在的印度已经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了，已经超越咱们中国了。反正呢，他们感觉他们那边呢一直比咱们中国发展的好，一直是看不上咱们中国啊。
但是呢，我感觉呢，我这趟打工出去之后，感觉印度呢跟我们想象中还是不一样的。不知道大家呢都有没有去过印度，对这个国家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啊？如果是说有机会你愿意去印度旅游，或者是去品尝他们特色的美食吗？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